好，欢迎收看《黑金帝国传奇》，聚焦阿布达比杜拜，我是舒梦兰。说到杜拜，很多人都很熟悉，世界第一高楼在杜拜，知名的7星饭店就是杜拜帆船。但是2008年金融海啸后，杜拜的债信危机高达590亿美金，是谁让杜拜不至于泡沫化？是谁在杜拜最为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答案就是同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兄弟之邦阿布达比。阿布达比是7个酋长国的首都，土地面积最大，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的产油量高达全国90%，而杜拜只有2%。所以，当杜拜的光环还有知名度超过阿布达比时，这个老大哥心里自然不是滋味。2004年，一口气投下了5000亿美金进行邦国大改造。我们看到中东最大的清真寺在阿布达比，世界最贵的旅馆，还有罗浮宫第一座世界分馆都在阿布达比。就连电影《欲望城市》都要选阿布达比当故事背景。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拯救杜拜新崛起的中东巨星。金与蓝的马赛克砖装点出犹如蜂巢般的天花板石柱，踏入阿布达比机场，阿拉伯经典华丽风格迎接，这是你不能不正视的中东王国。整排的行道树一片绿意，杨柳随风起舞，让人分不清是在沙漠还是在绿洲。一栋栋大楼拔地而起，数不清的起重机凌空悬挂。2011年9月底的阿布达比，气温42度，酷热太阳分外刺眼，空气中没有丝毫凉意。但举目所及的城市建设，显然比沙漠高温还要火热。5大栋75层楼高的玻璃帷幕建筑，像是蓄势待发的银色子弹，直向天际。这是阿布达比市区目前最大建案，也是阿布达比的新地标——联合高塔。360度超级景观，无一处遮蔽，地板墙柱全是进口高档大理石。2007年动工，由澳洲建筑师设计，以10亿美金、300亿台币打造，费时3年，现代摩登的奢华高塔即将现身。There were up to 8,000 work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here 24 hours a day at site. At this very moment where we are nearing completion, we have still 3,700 colleagues. 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the plan for Abu Dhabi 2030's development is crucial that there are no delays. 花大钱、费大功，曾经是一望无际的阿拉伯沙漠，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脸。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位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靴子翘起来的位置，面积83000平方公里，是台湾的2.3倍，人口只有830万，是台湾的1/3。40多年前，一直以渔业和采集珍珠为生，因为处于欧亚战略地位，19世纪被英国控制。
1958年，波斯海湾陆续发现石油，7个酋长国就在1971年脱离英国，组成联合政府。其中名声最响亮的酋长国就是杜拜，但隔壁的阿布达比面积、人口都是七邦之首，境内油田更占全国总产量90%，足以供应全球9%的原油和5%的天然气，是世界排名第5的能源富邦。这是产量不到全国2%的杜拜望尘莫及的，因此阿布达比已拥有决定性的资源，成了阿联酋的首都。但2000年开始，一座帆船饭店让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杜拜一夕爆红，全球兴起一阵杜拜热，人人抢念杜拜学。身为老大哥的阿布达比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帆船拿下7星级殊荣时，阿布达比立志一定要改写饭店奢华史。2005年，一座造价32亿美金、近乎1000亿台币的超华丽水上宫殿——酋长皇宫，在阿布达比西北方的海滨诞生了。114个如同清真寺的圆顶，喷泉水池、10间门厅，无不透露着奢华。酋长皇宫饭店内部是用22吨纯黄金打造，还引进了1002盏的奥地利水晶灯，以及19万立方公尺的进口大理石。整座饭店又犹如宫殿一般，只能用金碧辉煌4个字来形容。占地100公顷的皇宫只规划394个客房，这一间是一晚要价54万台币。老布希、克林顿、萨克齐和普丁等大国领袖都曾经入住过的皇家套房。宫廷式氛围四处弥漫，仿佛自己也是王子公主。但光是奢华不足以凸显阿布达比争第一的企图心。一座35楼高但却向西倾斜18度的首都之门，2010年落成时创下了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球上最斜的人工塔，足足比意大利比萨斜塔还要斜了4倍，再一次让阿布达比上了国际版面。Unique buildings, along with the exhibition center. Maybe most of them, you know, the history behind building the Eiffel Tower was also there was connected an exhibition center. So based on this concept, we try to do pretty much the same and most modern building for Abu Dhabi. 向巴黎看齐，要让世界看见大工程的背后推手，就是伫立在公路旁看板的主角——阿布达比酋长，也是现任阿联酋总统哈里发。2004年，他从父亲手上继位之后，发现阿布达比原油产量只能再撑100年。100年之后，这个沙漠小镇到底该靠什么延续下去？因此，大刀阔斧规划阿布达比未来愿景。不只盖高级旅馆、住商大楼，最大愿望是将阿布达比塑造成东方巴黎。这里就是距离阿布达比市区大约30分钟的 Sadia Island， 在阿拉伯文的意思是快乐岛。看到现在这里都还在施工当中，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国际性的前5大博物馆，包括罗浮宫还有古根汉，都将进驻在这里。法国罗浮宫建筑师尚努维要在这里打造全世界第一间分馆。全球最大的美国古根汉美术馆在快乐岛另一边遥遥相望。大英博物馆也签下一纸10年合约，出借展品在查耶德国家博物馆。另一头还有表演艺术中心和日本安藤忠雄打造的海事博物馆。5大博物馆史无前例一次集合。阿布达比大手笔规划270亿美金、8100亿台币的开发案，让全球最顶尖的建筑师在这个27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打造最顶尖的博物馆。2014年将陆续完成，贫瘠的沙漠岛很快成为东西融合的文化绿洲。在阿布达比市郊9.5公尺的小山丘上，大清真寺庄严伫立。这是中东最大、世界第3大的清真寺。阿拉伯的马赛克，伊斯兰的纹饰，全球最大带有摩洛哥风格的圆顶，
地板墙面是来自希腊等28国的大理石，天花板垂吊的是奥地利豪华水晶灯，贴满意大利金箔的圣坛，印度泰姬玛哈陵相同的手雕石花纹，还有世界最大的波斯地毯。22000平方公尺的广大空间，可以同时容纳4万名信众。1998年开始动工，盖了20多年，阿布达比却没打算喊停，持续扩建当中，要向世界最大清真寺目标前进。We are a small country, small city, but we are slowly putting our feet in the map. We are not famous like other cities in the world, like New York or Paris, and I think an ambitious people that they want to go forward in the future. That's the treasure of Abu Dhabi. 湛蓝平静的波斯湾海水，几个世纪以来抚慰了无数阿拉伯子民。昔日贫穷的小渔村，变身为今日的世界首富。阿布达比正用上天赋予的黑金财富和源源不断的民族野心，写下无数个第一，要让世人再也无法忽略这一颗从沙漠崛起的中东巨星。